大家好啊，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六，平时我们是星期天做的直播啊。那因为明天晚上有 Rich 的技术分析课程第21课的这个直播啊，所以呢我们星期天不能做啊，就改到星期六来做了啊。也是一开始呢，感谢大家各位网友啊，我们在星期四的时候上传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也是好多的人关注了我们这个视频，也是讨论了我们这个视频对于这个加密货币或者虚拟货币加密虚拟都差不多就是比特币也是正好是超越了10万美元一枚所以呢这个课题是非常的引人关注，很多人也是提供了非常好的讨论的意见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骂我的，有赞我的都有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家的讨论都是非常好的那正是这样。我们呢加开一场这个星期六的这个直播来继续的进一步的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能够互动一点，大家有什么意见我可以及时的看到，也可以及时的回应或者是讨论所以呢我们跟着这个星期三星期四的那个上传的视频很多的关注很多的那个 view 观看所以我们有个直播就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而且这个直播呢我觉得现在来讨论这个加密货币虚拟货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真的是低估了这一场加密货币所带来的危和机什么叫危，什么叫机而且呢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是先知先觉来讨论，总比后知后觉要好更加要比不知不觉要好所以呢一开始大家也是打个招呼大家是在哪里的网友如果你是新的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如果是老的网友的也可以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你对加密货币有没有认知很多认知啦，不多认知都可以所以如果你是错过了直播再回看重播的话那也可以写一下，在留言区写一下，看我在看重播那最好当然是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旁边小铃铛，那之后我们有直播的话，你就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来互动直播里面能够更加互动一点那一开始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晚上Rich 不在其实 Rich 在这个电脑的后面他正在准备明天的这个技术分析第21天的那个直播的课程所以我一个人来给大家做这个直播。大家如果想念他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你想 Rich 要出现的话，有足够的网友们对他想念的话他可能一会儿我就要拉他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晚上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准备了1个小时来做这个直播，大家时间都宝贵，对吧所以呢，在这里面大家对哪一个课题感兴趣多一点第一个，如果你对虚拟货币还能涨多少想知道的话这个可以打 A 如果你是说这个虚拟货币万一这个泡沫爆破的话我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可以写 B 或者你说虚拟货币爆破对我有什么影响也可以所以这个是downside 跌下来的那一个危险的话可以写 B。如果你是对虚拟货币能不能在当中还怎么样能够安全的，重要点是安全的去赚点钱捞一把就写 C 好吧。那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晚上超过1000人的话那大家可以问一个股票如果是中概股港股这个我来回答如果是这个美股的话今天晚上 Rich 在做明天的直播的准备今天就不讲美股了好吧美国的上市的中概股我也能讲但如果是美国本地的股票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是分工研究不同的股票的研究股票要深入才能研究得好
所以我们分工了之后，我是看香港的股票，它或者是中概股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它是看这个美国股票当然我们两个都最近找到不少好的公司也使得我们特别是 GMT 里面的同学赚了不少钱但是呢，就算看我们直播也有一些同学这个网友来告诉我们说，还是有点收获，有点赚钱的那我们就讲一下，如果你是新的网友，不知道我们有多厉害今天吹捧一下说实话我们这里眼光还是蛮好的那大家不要说以前的什么 Chromadex Lemonade Nvidia 中海油这些已经比较久了，对吧？我们在最近的11月17号的时候，那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有邀请大家进入 GMT， 我说我准备好了2025年的10倍股的这个股票那当天呢也有不少的网友参加了 GMT 了后来就11月22号那个星期日做的直播，星期五的时候我是讲了2025年的10个10倍股其中是新加了4个10倍股因为上一次的10倍股有一个已经涨了超过10倍了，涨了12倍了另外3个是不太好，我就换掉了就是已经性质改变了，业务和行业改变了，所以我就把它剔除掉了加了4个新的这个10倍股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何塞，这是11月22号刚刚讲完，因为当时我知道它会业绩报告出来那因为我对何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整个激光雷达的行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还不够，还要继续做，因为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所以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有点信心当时呢它也是被美国打压，所以它的股价是特别的便宜这就这个几个好的条件发生了一个是被怀疑啦，被错杀啦，股价特别便宜啦，所以它的分母小第二个是行业选股五部曲，对不对？老的学员老的同学我们有选股五部曲这个框架，所以它的行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司也是在它的产品里面是领先的，特别是高端的这个激光雷达里面是领先的讲完之后重点了就赚钱了那后来呢，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是11月1号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讲过，当时这个公司已经涨了不少了但是现在回看6天之后一周一个星期之后再回看的话，又涨到更多了那我在大约是9块5左右套现了一点点OK 是要fully disclosure这个充分的披露，要不然说好像是怎么样那现在有点高了那我是套现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是非常亮丽的，非常好的而这个它的股价还算合理，因为之前是跌了太多了，那现在涨了之后还是合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是买卖建议 OK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学过投资股票的话那我就请你先学习就强调不要买，因为股票不危险就像保时捷不危险，但是如果没有驾驶能力的驾驶执照的 rich 或者是这个举个例子你没有驾驶执照的，我给你一台好的车子，你出去就会有意外，你懂得上车，你不懂得下车，对吧？同样的在股票里面今天这个股票很好，但是它要跌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学会止损离场啦，或者看信号这个获利啦等等等等，那还是很危险的所以还是要先学习 OK。那讲完这点之后呢，刚才看到好多人都要 OK A 啦 B 啦 C 啦都有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学习我们说过学习很重要，那今天来到这个直播就是我们先来学一点东西其实今天晚上都是学习的比特币那一部分这个放到最后我们来做个探讨比特币。那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点这里我想带出
几点的学习点啊？想不想知道 ？OK 啊，那 by the way 啊，叫多点人来啊，因为我觉得今天晚上也是价值满满的一个直播啊，希望是超过1000人的话，还可以回答大家一些关于股票的问题啊，所以把今天有价值的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啦、Facebook 啦或者其他的地方了包括富途的牛油圈啦都可以啊。OK， 那好了啊，我们来讲一下富途啊。富途呢，这只股票呢上市才5周年啊，那它上市的时候大约是10块钱，现在是80多块钱啊，所以上市5年涨了从这里来看是5倍啊，其实是不止5倍的。如果你是10块钱买的话，现在80多块是8倍了啊，其实是不错的一个股票啊。那我是第一次开始买它的时候是40块啊，后来涨到200块套现了一点或者100多块的时候套现了一点，结果跌下来的时候又买了一点啊，所以呢整体来说还是算不错啊，低买高估还是蛮准的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基本上是一个长线的投资者虽然我有做一些买入卖出，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在收集这一个好的股票的那到现在121% 的回报好像没有整体的付出这么高，对吧？那因为我认识它的时候，它已经涨了3倍了，涨了4倍了，不是3倍，涨了4倍了所以认识相见恨晚那昨天晚上呢，它有派发2块钱美元的特别的股息 ，OK 那终于赚到钱了，把钱还给股东了但是我想带出的是什么？想带出的第一个好的股票值得这个长期持有的那富途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来说，上市5年涨了我就算它5倍吧，好吧上市5年涨了5倍，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股票了这 no complaint 不能说它不好了，对吧？如果你算10块钱到80多块的话，是8倍多的一个增长的话，那就更好了，更厉害了那这里5倍，我觉得它是因为第一天上市的时候它已经涨上去了，所以呢，从那个涨上去那个起点来算的话是5倍 ，OK。那第二点，我想带出今天的就是大家其实这个财商知识是很重要的财商知识，因为你有了知识之后，人家看不懂的人家交了智商税你就可以收人家的智商税人家看不懂，我们看得懂这个钱就跑到我看得懂这里来了那昨天晚上呢，我有一个操作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我是如何先卖。然后再买回来中间有怎么赚到了一些钱所以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几个关于股息的一个知识点常识或者知识点很多人学校没教的，所以很多人都搞错，很多人都在白白的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输掉冤枉钱，就是不懂这一点 OK。 那首先呢一个公司它派发股息的时候其实派发股息那个叫除净你收到钱还有1个多月之后，但是它从这个价格股息从这个价格上面移除掉的话，这个叫除净，就是说在除净之前你是他股东，你就能收股息，你除净之后再买他的股票或者是持有他的股票，你是收不到股息的 OK。 所以这个除净这个叫这个一个名词叫除净，就是那一个时间点之前你是他的股东就能收钱，你那个点之后你是他的股东就是没有钱 OK， 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我买了富途我就能收股息了，好像赚到了，对吧？所以呢，很多人在这个除净之前去买他的股票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因为除净之后，比如说他派发了2块的股息，他第二天这个星期一开市的时候，他这个股价自然会调下2块钱当然之后又会波动，又会涨又会跌有可能涨有可能跌这个谁都不知道。但是呢，就从这个下一个工作天开市的时候，这个股价其实是自然调整了2块钱，所以你在它的除净之前买没有任何的好处 OK， 所以没有任何好处你虽然好像听到我收了2块钱了，他做了这么多5年赚了钱派发股息了，对吧我终于收到股息了但是呢
它之后的股价会跌下来啊。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没有派发股息之前的钱是你的钱，也是你的钱，你是股东嘛，只是放在公司的口袋里。派了股息之后，那个钱从公司的口袋里账户里面转到你的口袋里，但是公司的资产少了2块钱，公司少了2块钱之后，股价就会跌下来。所以在除净之前买没有好处但是人家不明白赶在除净之前去买，好像能收点股息这个是错误的第3点，你看一下富途这种公司，它的 price to book 市正率或者是在它的那个股价除上它的账面值是3、4，对吧？是一个大过1的，大于1的一个倍数的，所以它的账面少了2块钱，它的股价相应来说要少掉6块钱、7块钱才维持同样的 price to book。要不然的话就觉得是price to book 涨上去了，贵了我们买股票的时候会看price to book 啦，对吧？其中一个衡量点所以呢，他给了你2块钱，他的 price to book是超过1的话，到最后你一看这只股票现在 price to book 很高嘞，有人会卖掉，这个时候股价会往下走 OK， 所以这个也是不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美国买股票这个就算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你要报税该扣多少就扣多少，但是我们海外的股民去买美国的股票，收的股息要给他扣30%的股息税 OK， 这是很窝囊很不值得你这个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我们这个税是交给特朗普政府的，是明年1月才收到这个钱，对吧？特朗普政府拿了这些钱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送钱给你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有点不爽，对吧？所以呢再说我要现在买了要1个多月之后才能赚到钱。OK， 所以除净之前买是不合算的，不划算的。OK， 这也是为什么富途公布了这个股价富途公布了这个股息派发特别股息，你看了当时公布的时候是90多块，它的业绩报告是不错的业绩报告出来上个季度是非常亮丽的这个季度其实美股也是比较畅旺的，对吧？还有 crypto， 它也有 crypto 其实都不错的，但为什么股价从90多块跌到80多块呢？就是人家觉得我不要这个股息了，对吧？你给我这个股息，我还要给特朗普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K， 我学不会他说话OK， 所以呢人家会抛售，所以我一直想抛售来，我一直想减持一点我的富途来抛售一下来，我不想交税给美国了，对吧？人家交是人家的事，我不想交了。所以呢，大家看到我在12月3号的时候在这个交税这个除净之前的3天，我看到涨上去了，一个机会来了，我先卖了一点。之后呢这个盘前星期五的盘前又涨上去了，很多人以为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个5天的小时图，还有盘前盘后的图这个很多人觉得哇现在买合算了，有这一个股息了，突然之间涨上去了 OK， 突然之间涨上去的时候，我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在 GMT 之前6点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准备 GMT 了，我还要借 Rich 的那个电脑，我说可不可以借个电脑？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查一下，对吧？这个就是大家要如果可以做个笔记的话写下来，我们放在弹幕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细节。怎么关注细节我们不要拍脑袋，对吧？我们不记得我7、8年纪大不记得，所以呢我是多做功课，马上去查一下他当时宣布股息的时候什么时候除净大家只记得12月6号除净，但是12月6号是盘前除净还是盘后除净还是什么时候除净？所以我看了那个之后，他是在这个收市的时候除净when the market close 收市的时候，就是说它是美国的收市点这个时间点之前，你那一天买了富途的，你还能收到股息。收市之后，现在还有盘后
盘后还是这个价格，如果盘后这个价格我马上抛售的话，这个股息我已经收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还没有调整，人家还傻傻的，我要抛售的话，其实我是赚到了人家的股息，但是这个股价还没有调整啊，又赚多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啊，看到人这个股价很便宜了还在买，他没有看到中间2块钱这个股息到底什么时候是除净的 ，OK？ 所以呢，我不想交美国税啊，我就第一次的12月3号的时候卖掉了100股那为什么不全部卖掉呢？因为788我还是个长线的投资者，我对我自己的那个股票的组合里面90%到95%是长线持有的，特别是一家好的公司像富途我是比较喜欢的，一直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富途这家公司的，对吧？所以既然是我喜欢的公司，我不喜欢高了我就出卖它了，低的时候我就去捞它了，好像很这个没有义气，对不对？我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股东的身份所以95%我是 buy and hold， 买入了就持有的，就放在那里的那但是呢，中间有5%的话可以低买高估啦等等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有300股，其实300股不到我的7000股，我有7000股这不到5%， OK 就是5%左右那我先卖掉100股88块的时候卖掉100股，然后呢，到了这个盘前的时候，大家看到美东时间5点钟的时候，是不是5点钟还是5点钟的时候？我就卖掉了87.45的时候，盘前卖掉了另外的200股然后去做 GMT 了做完 GMT 之后，回家的路上一看，哇，它跌了好多。这个时候我就要分析了，为什么跌了这么多了跌了这么多，因为它跌的时候，好多人以为它是除净之后派发股息之后跌是正常的，对吧？所以呢，人家觉得跌了也是正常的，或者没有股息了也不去捞底了。或者有些人是错误以为我已经拿到股息了，我现在抛售的话我已经赚到股息了，所以我要抛售了种种原因我是分析了，又是人家错误的不做功课，不知道那天的收市才是除净的时间点不光是那一天了，那一天的收市的时候才是除净点了。所以呢，我觉得既然人家跌了这么多我回到家里了，我要睡觉了，就不再等了，对吧？我就在那个83块6毛6的时候，又把我卖掉的300股买回来了788很喜欢这只股票，卖掉之后我不管它以后会涨还是跌了，对吧？卖掉之后都是心里面挂念着这只股票的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哎呀，卖掉了好像有点割爱了有机会买回来了，我就马上把这300股买回来你看一下，我先卖，然后在低位买回如果你没有股票的话，这叫做空 naked short 这个叫不穿衣服的做空 OK 但是我有这个股票的话，是先沽售，然后再买回来中间虽然你说我是少亏了钱，因为它还是掉下来的，但是我少亏了或者赚了1192块1192美元 OK 不是很多但是这就是小小的点点滴滴你的知识的累积，然后做多一点功课，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变成现金，对吧？所以1192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多还是不多大家可以写一下发表一下意见。但是我觉得更加珍贵的重要的这份礼物送给大家的是，你找到了一个 formula， 一个赚钱的公式，对吧？你有了这个赚钱的公式以后，就可以不断的去在市场里面找机会了。这个知识点加上你的之后的一些功课，你是不断的可以在市场里面源源不绝的去变现把知识变现变金钱。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珍贵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同意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把这个知识点教给你的话，远远要比这个$1192还要值钱了，对不对啊？经常说嘛，教你怎么钓鱼要比送你一条鱼更多啊，所以我是教了你这一招钓鱼啊，那所以呢，要比那条鱼值钱的话，就比这$1192啊更加好了啊。如果给你选择你要这个方法还是要$1192，也可以发表一下这个意见 ，OK？ 当然你发表一下意见，我们来讨论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人啊，要老实啊，不要乱说啊，对吧？我们这里大家都是这个不需要人家的赞同，但是需要老实的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OK $1192还是这个方法，哪一个更值钱 ？OK， 好。那还是一点我觉得学习是最好的投资很多成功的人士都说学习是最好投资无论你是免费的看我65分钟的那一个这个长期安心超级盈利，这是我的10倍股投资秘籍的第一课我有22天，这是第一课免费送给大家的，或者你看 Rich 的这个技术分析他还在最后冲刺准备明天晚上的直播或者是你加入我们的 GMT 我们每一个星期五晚上都有4个小时的这个讨论都是可以的我在附图的牛牛圈写GMT， 很多人都问什么是 GMT 哪里报名我不能在附图的牛牛圈讲话，大家可以讲但是我不能讲，对吧？因为附图是不给你这个把人拉走，从附图的牛牛圈拉走的所以呢，附图的朋友看到这里这个原来是这里可以报名的 ，OK。好了，那当然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比特币或者是虚拟货币大家有没有兴趣讲多点，还是略略的讲一下就可以了那最近我们也拍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是讲加密货币特别是跟美元的关系我们要看懂为什么它涨了这么多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它还没有过10万。但是我们已经有点推测了，有点预料了，它会过10万我们拍的时候是星期2拍的，星期3我们的团友加班，星期3的晚上上传，他们都没睡觉，星期3上传了星期4就破了10万 ，OK， 是不是星期4？我的时间点差不多准了OK 所以呢。破了10万，大家自然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很高啦？是不是个泡沫啦？是不是还会涨啦？是不是个骗局啦？等等我不知道你的意见什么大家可以写一下你的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你的意见什么我们也是弹在屏幕上大家以后看回这个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容易一点找回大家的意见，好吧 ？OK， 因为看这个 comment。会比较难找所以大家有好的评论的话，我们也是放在这个弹幕里面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万是一个心理的关口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来看我的视频了我的视频也是很多人看，也是超越了10万的观看者10万，我是10万的观看者，也是很快的超越了但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个视频下面的留言区大家的评论我觉得大家可以时不时的回去经常的回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再听一次，看看听第2次听第3次会不会听到一点不同的东西特别是今天晚上这个直播，我们用另外一个维度，另外一个出发点来讨论这件事情之后，再回去听一下我这个视频，能不能给你多点启发？我觉得有很多的含金量的知识点和内容在里面听多几次，我个人听多几次，我个人都有得益所以呢，大家回去听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留言区也可以表达一下大家的留言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讨论是非常好的那有一点呢我觉得一讨论到虚拟货币呢有人这个情绪是非常的极端的有些人是非常的不相信的，有些人是非常的相信的有些人是骂我的，有些人是说我什么都不懂的，有些人说我是非常有远见的，都有那我觉得现在的比特币已经变成了一个信仰了，所以举个例子，什么叫信仰？比如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佛祖，你相信阿拉，你相信不相信也是一个信仰，对吧？这是个信仰如果人家谈到了你信仰宗教里面的一些
信仰啊，你的宗教的信仰啊，你会有一个很激烈的辩论，对吧？但是跟所有的信仰一样比特币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谁也没看过比特币的。你有没有看过比特币啊？我没看过。大家有看过比特币的可以在下面写一下有没有看过或者没有看过比特币的也可以写一下，我没看过比特币，对吧？你有没有看过？所以呢，跟讨论鬼神一样你有没有看过鬼啊？我没看过。你有没有看过神啊？我也没看过，对吧？我还没看过，可能以后死掉之后能看过，但是我死了之后回不来告诉你我看过，对不对？所以这就凭着一个信仰我们相信，但有没有证实过？有没有科学的依据神是怎么样的？谁也没看过神，所以谁只是凭着我们we are being told， 人家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一个雕像啦，一个画啦神是这样的，耶稣是这样的，谁是这样的，佛祖是这样的，对吧？佛祖是这样的，也是一个雕像。当时的佛祖是没有雕像的 ，OK 最初的佛祖是像希腊人那样的。我们去李嘉诚的那一个佛教的艺术博物馆，看到最早的佛像是像希腊人那样的西方人的样子的，对吧？这就是人把自己的想象变成了一个显示出来的这就佛了这就是鬼了，这就是包括风水包括这个看相，对吧？你说风水没用，肯定有人会说有用；你说看面相有用，有人说没用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所以我个人的信仰我个人的信仰就是包容所有的信仰就是尊重所有的信仰，然后包容所有的信仰所以很多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是不是佛教徒了 ？Why limit， 对吧？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要局限自己我是基督徒，那些我不看的，那些我不相信的，对吧？所以我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什么都相信，我什么都包容，什么都尊重佛教 OK 也可以，道教也可以，阿拉也可以基督徒也可以，对吧？所以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包容的不是说基督徒不包容只因为我什么都相信，所以我不属于这个不局限在一个宗教里面所以已经公开了我是什么宗教的，是什么宗教都有 OK。 所以呢，比特币还有今天晚上的讨论，我希望是大家尊重，大家 open-minded 开放的态度，大家客观的理性的来不同的层面来探讨特别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对吧？不希望大家讲了之后会被人家攻击，所以要畅所欲言，什么观点都是好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可以是认同，也可以是任而不同，都可以我们可以是 agree not to agree 都可以 OK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好吧？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788过去没有买比特币或者是任何虚拟货币，现在没有买，将来也不打算买，应该也不会买 OK 我给大家就不会买。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投资里面有一个叫立场，一旦你有了立场，你就会影响你的观点，这叫 confirmation bias 或者 confirmative bias 大家也可以写一下，确认性的偏差，对吧？一旦我买了比特币，我就想它涨了，肯定看好了，或者我有利益冲突把它讲好一点了，大家去买了，对吧？或者我没有看比特币这个时候，那它涨跟我无关，它跌也跟我无关，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更客观的来这个主持这个讨论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 OK。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主持，因为我没有利益冲突所以你就不要听 Elon Musk， 因为他有很多比特币，你就不要听特朗普了，因为他有很多比特币，我没有比特币所以呢我来这个告诉这个承诺我不会买，就是这样 OK 真的我有一个朋友，过去10几年一直告诉我买比特币啦，从100多块09年我开始一直跟我说买比特币啦我跟他说我就算这个他告诉我好多比特币的好处啦，等等等等啦到最后我说我一辈子我已经赚够，真的已经赚够了我很幸运，我在房地产里面，我在股票里面已经赚了我一辈子用不完的钱了 OK 那个比特币
就算以后能赚钱啊，这个你整天想，哎，能更赚多一点钱啊，这个够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哎，就算能赚多一点钱啊，我恭喜你 ，good luck，best luck。所以我不是妒忌啦，怎么我没涨了，希望它跌了啊，我没有个人的情绪的。你在比特币里面赚到钱 ，very good，我恭喜你，我祝福你 ，OK。我有那个就告诉我那个朋友已经在澳洲买了很多的农地啦，退休啦，啊，以前是个飞机师啊，pilot 啊，现在退休啦，好多的这个财产啦，我说 good 啊，退休了对吧？恭喜你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 blessing， 我们的赚钱的地方。我在房地产和股票已经赚到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了，所以我也不会羡慕人家啊。在佛教里面有个叫饿鬼，什么叫饿鬼？就是吃了多少东西都吃不饱，还在饿，这是一个罪行了，这是一个诅咒了，对吧？我不做恶鬼啊，我已经吃饱了，我已经蛮开心了 ，OK 啊，所以大家啊来听七爸爸也是听一点智慧，不光是财富，所以致富爸爸是智慧和财富啊，大家可以写一下，七爸爸其实是致富爸爸 ，OK 啊，我们先有致富爸爸，才有七爸爸这个英文字的 ，OK， 好，那。我在这里接下来的我会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还有呢是当然我的看法是基于我过去32年投资的经验啊，所以我的看法是不是真理呢？不是，只是基于我过去32年的经验啊，大家不需要相信我只是来个讨论，好吧？你可以不相信我。然后呢，但是呢，从我的经验里面，大家有一个理性的讨论，不同的角度的讨论，如果能给你一点启发的，那今天晚上这个直播就非常有价值了，对吧？如果没有给你任何启发的，那也不要紧啊，大家听七爸爸讲故事还是蛮有娱乐性的啊，所以今天晚上也是会娱乐性多一点，讲点故事 ，OK 啊，所以都是继续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啊，我们超过1000人，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问一个股票。好吧 ，OK， 那我第一个呢，我会把自己的故事光听自己讲故事，人家说，哎呀，你是谁了，对吧？混在一起的是，大家可以学到点什么当然这也是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观点来说的第一个。大家的一个误点就是，哎，我不买虚拟货币的了，所以呢，虚拟货币涨也好跟我无关，它以后跌也好跟我无关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误点 ，OK， 这是非常危险的，是最危险的这个危险的误点因为你这样的话当它爆破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防备，没有风险管理你会是输的最惨的那一个赚钱的时候没你份，但是输钱的时候是一起输，而且你是没有任何的准备，你会是输的最惨的那为什么这个跟你有关呢？因为现在的虚拟货币已经不光是大家去买虚拟货币就买了涨了卖掉了就跌了，背后已经是牵涉到大量的杠杆。什么叫杠杆？就是借钱去买大量的杠杆，就像我们买楼会借 mortgage或者我们买股票借 margin， 借了很多的钱去杠杆 ，OK？ 那因为虚拟货币涨了好多，特别是有些人看到特朗普要上台啦，政策支持啦，对吧？这个政策支持我们在9月底看到哇，中国大陆的政策要来了，我们都冲进去要把握政策了，炒一把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看到特朗普特别是这些大佬们，一会儿给大家看到这些大佬们自己都已经是背后谈好了怎么把它炒上去的。所以大家一直要看了背后你会看到这些大佬们一早已经谈好了所以呢，大家看好这个总统要推上去，美国的财力要把它推上去，还能不跌吗？还能跌吗？对吧？还能跌吗？还能不涨吗？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政府，都是借了钱去买比特币。借了钱去买比特币，而比特币的供应是有限的，大家知道比特币供应还是很少，特别是比特币的现在的这个存量是控制在几个大户庄家里面大户或者庄家里面，所以他们不卖这个如果大家知道财技股这些妖股妖股票这些炒这些庄家股的时候，
庄家把市面上的股票货源归边啊，这个有点技术的含量了啊。货源归边就是把流通的那些股票全买完了，流通的量不多的话，一点点的买盘可以把这个股价推了很高啊，这是典型的庄家股的一个玩法。OK， 那虚拟货币到现在为止，在整体的市场里面啊，资金里面，这个量还是很少的。而且这些量呢，都是有 MicroStrategy 啦、Elon Musk 啦这些已经控制了，已经几个大佬们控制了。所以他们要把这个量推上去的话，这个价格推上去的话是很容易的。特别是他们现在是借了钱啊，MicroStrategy 它的公开的这个策略就是发行可换股债券，就是一种的债券啊，拿了人家的钱来买比特币。那比特币自然就会涨上去，涨上去之后，它有更多的资产了啊，变成它的资产，去发更多的债，有更多的资金来买更多的比特币，那又继续涨上去了，对不对？那有继续涨上去的，就能发更多的债来买更多的比特币，他一个人就可以把它炒上去，再加上其他的人一看，哇，这个势头已经来了，对吧？大家都喜欢趋势投资者啊，我看到趋势了，我也来捞一把，所以这个比特币就上去了啊。所以现在有个新的词叫比特币飞轮啊，这个就是 MicroStrategy 的这不断买它就不断涨，不断涨我就不断的有更多的钱来买，就不断的会涨，这叫比特币飞轮啊，这个说的 MicroStrategy 啊，所以它的股价是过去5年超越了它的表现超越了 NVIDIA， 人家是 NVIDIA 股王了，它是超越了 NVIDIA。 OK， 好，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借款杠杆 OK， 所以一旦比特币价格不涨了，跌下来了，就会被斩仓就会被他的人家就不要换股票了，人家要赎回那个可换股债券，要作为债券把钱拿回来了，他就要被迫的被逼的抛售比特币了如果他被逼的抛售比特币，人家同样的也被逼的要抛售比特币了，这个时候它的价格就会崩盘。OK， 那崩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不炒的话，不就可以了吗？一崩盘，肯定就是银行体制出现问题。银行体制一出现问题，那个银根一紧这个 money supply 供应货币供应一紧如果你听不懂不要紧这是总之呢，你就得到个结论，经济马上衰退，因为钱不够了，钱的流通不够了，经济马上衰退然后呢，钱不够了，对吧？钱的周转不够了，利息马上上去，利息一上去，股价就下来，债券价格就下来，楼价就下来，经济又不好所以你想想，经济又不好，楼又下来，股票又下来有点像中国现在，对吧？正是中国现在正是为什么呢？中国现在正好就是以前的内房泡沫，恒大吹大的那个内房泡沫，对不对？爆破之后，同样的效果在这个钱少了，货币供应少了人家不愿意花钱了，对吧？经济不好了资产价格下来了，股票价格下来了，人民币的汇价下来了 OK， 所以呢，最典型的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讲点故事97年我来香港的时候，我说哇，香港楼价太贵啦不能再涨啦，人家就告诉你Alan 你不懂的啦，你住在美国，当时我在美国住工作，后来是回到香港2年97年在香港96年就回到香港，人家说哎你不懂的啦香港的房子是不会跌的啦，中国人喜欢买楼啦，你看97年之后大陆的移民要来了，大陆的公司要来了，一大堆理由，香港的楼市一定会涨的啦。我就说香港的楼太贵了，不合理要跌了，对吧？后来当然谁也没想到一个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了，香港的楼价是跌了70%当时还好我没楼，还好有一个当时跟我讲的这个，最后还是把楼放掉1层了，结果他还是做了负资产，当时他炒楼有2-3层楼，如果他没有像我听了我的话放掉的话，他今天可能已经不在了，就这样当时很多人是这个还不起债这个跳楼也有我们有唱歌的那个钟镇涛逼哥
啊，不是现在富途的逼哥，是以前的逼哥。OK，他是破产，7个亿的欠债破产。OK，然后呢，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他们的货币是贬值70%-80%左右。你能想象吗？这个100块的这个我的钞票，只值25块，到最后我还记得97年的时候，我们到泰国去买东西，好像不用钱啊，好便宜啊。到印尼去买东西好像很便宜啊。港元跟美元挂钩，所以香港的货币没跌，但是香港的楼跌了70%，再加上杠杆。我们买楼都是借钱的，所以这就负资产啊。那除了这个之外，经济不好，我不知道大家年纪够不够大啊？当时这个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韩国啦，好多人被开除，好多的企业破产，经济是差得一塌糊涂。香港当然也是香港也是经济差得不得了，差到03年，大家还上街去游行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不合理嘞，这么高嘞，人家说，哎，你不懂的啦，中国人喜欢买楼了，楼价肯定会涨的啦，结果这就第一次的泡沫爆破，还有一个我记得那时候叫 Bubble Economy， 我跟另外一对夫妇去泰国玩，那个老公是做基金管理的 ，OK， 他去了那里就看，这是 Bubble Economy， 所以这个泡沫经济爆破了当时他很看不起这个泰国啦、马来西亚，在96、97年的时候是过度的建设房地产，形成了一个大家都炒楼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曾经的香港也是不用工作了就炒楼就可以了，炒股票炒楼就发达了刚才那个钟镇涛对吧？炒楼的时候好爽，结果输的时候输了PK 了输了一塌糊涂。OK， 那还有就是连银行都会倒闭，投行不是专家嘛，对不对？投行是专家也倒闭，所以当时我自己没买楼。亚洲金融风暴好像跟我无关，我也没买楼，我也没参与这个泡沫经济，结果我买了百富勤，当时是华资投行的第1名，背后有李嘉诚的支持，结果他一天晚上他买了印尼的债券，印尼的债券爆破，他清盘了，倒闭了我就第一次投资股票里面输清光了所以788输清光2次，第一次就是买了百富勤，买了太多了，不懂得做风险管理，它越跌我觉得越便宜越捞底，结果到最后就输清光了。 OK， 还有另外一个是更神奇的它是有几个诺贝尔奖金的教授组在一起的组合，梦幻组合，这是华尔街金融界，我很多都是我 MBA 的那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是最厉害的顶级的这个金融人士对吧？顶级的放在一起，他们算出来了一套叫量子计算的无风险的杠杆的去买低风险的债券来做回报的。当时他的那个回报高得不得了像现在的 MicroStrategy 一样高得不得了连那些大佬们基金退休基金都买它，结果它爆破的时候是4个 billion 美金的 bailout， 是要美国财政部、美国这个Fed 找巴菲特说你能不能救，巴菲特说我不救大家年纪不够大的话就听788讲故事真的打电话给巴菲特说你能不能救，巴菲特说我不救这个烂摊子，结果是找了10几家银行，每家银行这手每家银行要救一点，因为你不救的话，它倒闭崩盘的话，整个银行业会倒闭，整个银行业不是一个，所以到最后什么 Merrill Lynch Goldman Sachs 每个人都要掏几个 billion 几个亿出来买单来救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最顶尖的头脑的人来算了无风险的投资，回报是好的不得了的，是华尔街的明星了。结果他爆破倒闭的时候引起所以97年98年普罗大众市民香港的楼价跌了，经济不好了，金融风暴整个亚洲不好对吧？美国也有所以这个你说我不买会不会不受影响？
起码788第一次输清光，输清光就是因为我没买啊，但是百富行倒闭了，这还是一个专家哦，华尔街的这个香港华尔街的专家哦，结果啊，他倒闭，我就输清光第一次。OK， 好了，第二个误解啊，不要紧的，你看美国总统在加持啦，虚拟货币一定涨的啦，所以我趁机要捞一笔啦，对不对啊？这个逻辑是 OK 的 ，OK， 特别你要听故事啊，炒上去都是靠什么的？不是靠具体的什么经济数据啦、基本分析啦、背后的派多少钱啦、有多少价值啦，不是靠这些的。每一次炒上去都是讲故事的，对吧？这个故事就是特朗普上去了，要把美国财政部这个黄金都要卖掉去买比特币啦，把这个比特币变成美国的美元的储备货币啦，美元背后还要有储备货币哦，还要把它炒到20万美元了，你看现在只有10万美元，明年到20万美元了，这是华尔街讲出来的，对吧？我还不趁进去捞一笔啊！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背后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啊？我们要明白有什么危险的地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管理风险了。有没有价值啊 ？OK， 给我一个 feedback 啊，有没有价值 ？OK， 好。那还记不记得同样的政府要出手了，这是最后我们的 A 股民的机会啦，中央政府要我们赚大钱了，等等等等，这是9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网红都在这样讲的，对吧？中国那时候国资委啦，什么国家的新闻发布会啦，整天出来出这个新闻发布了，哇，无限的憧憬啊！到最后烟花放完了没有了，没有了，结果这个股价就下来了，对吧？10月6号这个 A 股的价格到现在是不是下来了，对吧？到10月6号的时候，港股的价格到现在是不是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憧憬。政府未来特朗普1月份，所以现在到1月份还能憧憬的，对吧？但是之后，你以为特朗普这些讲法到最后多少能落实，多少能真的做出来啊？我在我的那个星期3的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啊，讲是不用代价的，不用花费的，对吧？真的要做的时候，你要把工作搬回来。其实大家想想，背后有很大的问题在背后的大家可以写下来一下 ，OK？ 如果美国要把这个制造业搬回美国，美国以后是自力更生，自己生产了，不问中国买了，不问人家买了，什么都要加关税了，什么都是 Made in the USA，这个特朗普说的的最好听的 Made in the USA。好了，美国之后什么都自己做了，他不用出口美元了。OK， 这个有点深奥你听得懂的话，帮我写下来，证明你听得懂，好吧？如果美国不用贸易赤字，它什么东西都可以 Made in the USA，OK？那这样的话，它就不用印刷美元出口美元了 ，OK？它不用印刷出口美元了，全世界的美元货币供应就少了。明白这一点吗？想象一下，一个央行紧缩了货币供应，会发生什么事情？经济衰退对吧？美国美联储说要紧缩货币政策，量化紧缩了，QT 了，美国的经济马上就放缓冷却了。OK， 现在美国整个国家，包括它的央行开始到它的政府，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是在给全世界增加货币供应如果美国说把所有东西搬回美国做了 Made in the USA 了，假设它成功，那全世界少了这个美元供应，全世界就是经济大萧条了，经济崩溃了，全世界。你想想看，全世界经济崩溃的时候，美国的出口也没有了，对吧？美国的出口没有了，美国的经济也崩溃了，所以这个钱一少的时候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 downward spiral 你比特币还能炒上去吗？经济都崩溃了，对吧？所有的泡沫都是在钱太多的时候，钱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有一个资产泡沫出来。你的钱都不见掉了，你还能把比特币炒上去吗？
所以这个大家想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啊 ？OK 啊，所以特朗普到最后真正能落实的，能不能落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对吧？又要通胀下来，又要美元下来，又要利息下来，又要 Made in the USA，又要把非法移民赶走，这个无法控制的。就像我要告诉你，我要每个网友派发1000万，我还要不负债，我还要不破产，这是做不到的。OK 啊，好了。第三个误解啊，这个有没有价值啊？我不知道啊。我今天是准备了好多功课，因为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所以我是花了好多时间来研究和把这个 PPT 放在一起的啊。第三个误解啊，你不懂的啦，区块链科技啦，这是一个 blockchain technology 什么什么的，讲了好多的这个钥匙啦，什么区块链啦，大账簿了，小账簿了，mining 啦，好多的 technical terms， 对吧？普罗大众傻傻的听不懂了，哦，好像很厉害哦 ，OK， 我就相信你了，哦，好像很厉害啊，当然这里啊，懂的人大家可以发表一些意见，对吧？我想说的点是，我不跟大家讨论这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技术已经不是我这个年代了。我当时的年代是 e-commerce 年代，是互联网年代，现在到了 blockchain 年代，到了加密 crypto 年代，已经是下一代了。我是被淘汰了，对吧？但是我想带出大家的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区块链技术 crypto technology 或者 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 和虚拟货币像 Bitcoin 啊 Ethereum 啊这些画上一个等号，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OK。 就像我当年互联网我看到是会改变世界的啊，在现在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真实的改变了世界了，对不对啊？这个10几年前电脑的互联网到现在手机上的互联网的确是改变了世界啊。我们今天是淘宝啦、天猫啦这个电子商务购买了、网购了，对吧？连菜都可以网购了啊，预约啦，Airbnb 啦，对吧？当时看到这些愿景现在发生，但是当时感觉到互联网的大佬雅虎啦，还有什么好多的公司都不见掉了，雅虎了，现在剩下来的是小数 ，OK。所以呢，你说crypto technology 啦什么什么，就像当年的互联网技术，的确以后可能很多东西都能改变，不光是在虚拟货币，很多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区块链的科技啊，但是不代表这个比特币就能这个一直涨上去啊，这个不是个等号啊。当然，比特币有可能是像这个互联网剩下来的 Amazon。互联网剩下来的 Google，OK， 有这个可能啊，但是中间也有起起跌跌，起起跌跌好多的 ，OK， 所以把这个分开来啊，所以呢，cryptocurrency 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电子人民币和什么微信支付是不同的东西 ，OK， 所以不要混在一起，搞清楚这一点啊。那我们也看到当时就是相信了互联网会改变世界连七八把这个几十万这个美元的 consulting 的工作都辞掉了，创业做了一个电子商务的公司回到香港创业而且因为很相信这个互联网会改变世界到这个科网股爆破的时候，我还 all in 买了什么 Cisco 啦、ICG 啦、Commerce One 啦、Oracle 啦到最后输清光的第二次了，就这样。因为我相信我还亲自的进去用这个互联网去创业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是多么的一个 convicted 这个convicted 我的 conviction 我的那个信仰是多么的强烈，对吧？到最后就输清光了第二次，就这样 OK。好了，第四个误解这也是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特朗普要把它炒上去他已经买了这么多的虚拟货币了他的副总统还有好多的他的整个内阁，每个人都买了，包括帮他忙的 Elon Musk， 他的特斯拉也是。为什么特斯拉最近涨了这么多？不是他的车子好卖了，因为特斯拉背后有好多的 crypto 了，有好多的这个 Bitcoin 还有其他的虚拟货币了，对吧？就像 MicroStrategy
不是它的那个软件好卖了，是它有很多的虚拟货币啊 ，crypto 了 ，Bitcoin 了，对吧？啊 ，Elon Musk 特斯拉涨上去，大家不要搞错了，哇，特斯拉涨上去，他的车子肯定很好卖了，明天一不好卖去沽空特斯拉了，对吧？啊，因为他是买了好多的 Bitcoin，OK，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好了。这个是不是有利益冲突啊？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觉得既然特朗普都有利益捆绑了，他一定会把他推上去的啊。所以呢，我也进去捞一把。我这个逻辑我不能这个辩驳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客观的理性的来讨论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背后的逻辑的，对吧？而且特别是我是很喜欢看戏。大家有没有看过 Wall Street Michael Douglas 的 Wall Street 里面有一句金句 Greed is good Greed for the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 Greed is right Greed works 就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的，所以大家贪婪是好的 OK 当然他后来是犯法了，被抓进去了，结果他出来的时候第二集了 Wall Street 2了，就讲08年的次贷危机了，他当时当然已经是出狱了写了一本书，后来他在讲的时候，他说 Greed is good， 以前我就讲过了 Greed is good and now it's legal 后来加了一句话，现在还合法了对吧？所以真正的让我们看到不是戏里面了现在是这些内幕交易啦股价操纵啦，这些打盘香港叫打盘这个pump and dump 啦，这些现在变得合法了，因为一个 felony 可以做总统，然后把自己赦免一个felony 就是一个罪犯了罪犯可以做总统，然后把自己赦免。另外一个总统走之前，把自己的儿子可以赦免无罪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所以不要说犯不犯法了 ，OK 好，第五个是我喜欢另外一套戏这个 The Matrix 里面有人说 Ignorance is a bliss，OK， 无知是最幸福的 ，OK， 你懂了这么多又说区块链没有这个区块链有用又说虚拟货币背后没有价值，你看你错过了多少的赚钱的机会我们就赚到钱了，我们就是傻乎乎的去买，傻乎乎的去买就赚到钱了，你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知识点你就错过了赚钱机会，对吧？所以真的 ignorance is a bliss， 无知是福这个中文翻译成无知是福 ，OK， 好了那个我就用 The Matrix 里面的这个对白改一下我知道虚拟货币不存在，是媒体 The Matrix 或者是social media， 或者是哪一个叫我买虚拟货币的 KOL， 或者是特朗普，不知道谁告诉我感觉是它值1000块了，值1万块了，值10万块了，值1000万了，对吧？16年之后我相信了的，只要你相信它就有价值，对不对？傻瓜相信只要足够多的傻瓜就变成天才了所以许冠杰是不是有一首歌天才与白痴天才还是白痴没有人知道的，对吧 ？OK， 所以呢，这个也是，但是我觉得，他说，但是我觉得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是另外一个今年的好戏说70年代的时候，陈重清，香港一个人说陈重清，他发现原来股票可以当钱用的现在发现原来一个虚拟的。货币可以当钱用的，而且很值钱对不对？当时的陈重清的股票也像虚拟货币一样涨得不得了啦，哇，金手指了，对吧？点石成金了，他点什么就变成金子了，所以很多人都不需要知道你怎么赚钱了，包括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的大佬们都不需要知道你到底怎么赚钱了，总之借钱给你我也分一杯羹了股民买他的股票也分一杯羹了，对吧所以呢只要人家相信一直可以赚下去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对吧这次会不会不同啦？这次跟以前不一样的，这次是有特朗普加持的了 OK 还有就是这个到了次安危机的时候，对吧？次安危机的时候，我已经这个没有输了没有再输清光了，而且是赚了不少钱的但是呢，当时人家是说了没有工作，没有资产，没有收入，还要借钱，
这一个100万的楼可以借给你103万，借多3万给你，这样的这个 mortgage 按揭啊，这个叫 supply mortgage 啊，就是次按啊，有毒资产了，再打包什么 CDS 啊，这些搞来搞去搞不懂了，搞到最后这些衍生工具搞不懂了，打包给全世界的银行哦，全世界的银行里面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买单，就是香港的恒生银行，其他的所有银行，这些是理财专员了，财经专家了。全部买包，打包，全部吃下去，全部中毒，全部一起死，对吧 ？Merrill Lynch、Bear Stearns Lehman Brothers， 记不记得这些名字都死掉了，对吧 ？OK， 所以这个世界可以一起愚蠢的 ，OK， 就这样 ，OK， 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可以不参与，但千万不要跟市场对着干。我说比特币没有价值了，被人家骂死了。所以我今天早上才有一个同学，我们星期五晚上 GMT 有更深入的讨论。今天早上收到一个那个 GMT 的同学说，那我就做空比特币和做空比特币的公司了，千万不要跟市场对着干，因为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要敬畏的，不要跟他对着干，你会死得好惨的。OK， 比特币没死，你去沽空，过去有没有人沽空特斯拉？沽空特斯拉的人死得好惨了 ，OK 所以虽然我觉得特斯拉是这个太贵了不值那么多钱的，对吧？你跟着市场干 ，Rich 就赚大钱了 ，Rich 在特斯拉那里赚了好多钱啊，可以够他买几台特斯拉了，对吧？我就是因为太清醒，我觉得哎呀特斯拉太贵了。但是起码我没有沽空特斯拉，要不然现在我就惨了OK， 好。但是解药要不要解药 ？OK， 那有两个，我觉得两个策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只是考虑一下一个是我会做的，一个是我不会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做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可以考虑的。OK， 第一个呢，我会把我的资产分散投资，去找一些10倍股。OK，比特币今年从6万涨到10万。也涨了差不多1倍，接近1倍，对不对？今年有没有股票是涨了1倍以上的？很多对不对？我也有好多的股票涨了2倍、3倍、4倍、5倍了所以呢，我觉得不熟不买你要很熟比特币，很相信你可以买，对吧？但是我不熟比特币的，我就不买了我愿意去看一些我看得到的我看到何塞的这个激光雷达在这辆车子上我看到这个 Chromadex 它的 True Nitrogen 我吃下去健康了一点我能感觉到看到有价值了，对吧 ？Chromadex 也从1块多涨到7块多，也不错了。这个涨的比例要比比特币更厉害了，对吧？所以我有没有羡慕比特币？没有因为我的股票涨得更多了，是不是？OK， 所以呢，第一个策略就是我会找一些10倍股我刚才有讲过，一些稳定的股票，如果这个泡沫崩溃的时候、爆破的时候。那银行体制不好啦，他们也会受影响，一样会跌的。再稳的股票一样会跌的所以呢，为什么要找10倍股？它也会跌，对吧？但是10倍股，我们买它是因为它有很高的成长，时间是它的朋友，随着它的产品的发展、市场的发展，它会越来越值钱，赚的钱越来越多所以中间就算市场有崩盘。金融市场有震荡，它的股价有震荡，但是背后的这个业务背后的赚钱的能力是不断的提升的 ，OK， 所以呢，还不要找一个10倍股一定要找很多个，因为10倍股有些会成功，有些会不成功像我2022年的那些10倍股其中有3个就被我踢跑了，一个是涨了12倍所以呢，不是说每一个都会涨的，一定要找10个。差不多10个10倍股，那只要有3个跑到10倍了，那整体的 portfolio 就很好了，对吧？所以第一个我会找10倍股这也是七爸爸强烈推荐大家如何在这个泡沫正在越发越大的时候其中一个找10倍股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10倍股方面学一点东西去寻找的话我觉得这个以下是很大的观点你找到了还要买到什么是个好的价位买到了还要赚到
很多人我以前教了10年的股票，有买到腾讯，但有没有赚10倍？没有，赚了多少10%就走了，然后就看它一直涨上去，买不回来了，对吧？所以买到还要赚到啊，所以这个65分钟的10倍股投资秘籍的第一课，我是公开给大家的啊，因为这里面会讲到10个散户输冤枉钱的那个问题在哪里，根源在哪里？希望大家先不要输钱，然后呢，买到一个好的股票，能真正的持有，赚上几倍才走啊！所以这个是限时啊，免费送给大家。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改变主意了啊，把它变成10倍股的这个收费课程了啊！所以这个课程免费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找到链接，没有看过的看一次，看过的再看一次也可以啊。OK， 第二个呢？第二个策略啊，大家想不想 Rich 出来？我不知道啊，Rich 在我可以把他叫出来啊，第二个策略啊，是我不会做比特币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买美股，如果你想买比特币啊，这样的话是一个中线的买卖交易，中短线的 ，OK， 我觉得现在长线投资，除非是10倍股。要是普通的一些稳正的很稳的一些什么财息兼收股，因为未来这个泡沫越吹越大，对吧？第一个，泡沫涨的时候肯定涨得比财息兼收股涨得快，所以人家涨的时候你不爽，你没赚到；人家跌的时候，财息兼收股也会受影响，也会暴跌。那为什么涨的时候，这个你没份，跌的时候你要一起陪葬呢，买单呢，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如果你不是长线的，不是10倍股这样长线的，你就做一个中短线的投资者啦。虽然我是长线的投资者，这就为什么我说我是长线投资者，我个人只有5%做一些中线的买卖，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资本没有那么大的话，你可以考虑做一个中短线的交易员啊，低买高估。在这里呢 ，Rich 做了，我有看课程，非常棒啊，我都觉得是这个，我看过这么多的课程，包括技术课程，包括所有的股票课程，这是其中一个最棒的里面大家有看到，他就在怎么止损啊，怎么做风险管理啦，都有好几课，好好的学会之后，在这里我特别是大家要记得，泡沫越涨越快的时候，这个赚钱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对吧？所以在最后的牛市的party 牛市的 party 泡沫里面赚钱也是最快的。你要做好止损，做好风险管理的话我不会猜这个 party 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个不要摸顶，也不要去估顶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泡沫爆破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发达了，对吧？那个大空头的 Michael Burry 他预测次贷危机要爆破，也预测了2年才爆破所以不要估顶所以呢，如果 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你可以参加这个 party 这个 party 里面做好风险管理所以如果你是要这个中短线的，包括美股还是又创了新高了，对不对？美股又创了新高了。如果你是买美股的话，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因为它的价格是很高了有没有人要 Rich 出来的没有Rich 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OK， 那我们今天Rich 在不断的帮大家准备明天的那个课程准备的怎么样了？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具体的话就是等你做完直播，我给你就 rehearse 一下。你刚才给我看了，你今年的股票的回报是多少？我们看看它的成绩了，整个 portfolio 回报。总共有2个账户吧，那2个账户都是超过50%，超过50%哦，跑赢七爸爸了，跑赢大师了一个是帮我老婆做的，我的老婆的账户给她管理的就是我妈。这2个账户，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我太太的，都是他是有点谦虚的。我觉得刚才看的是58、59，是不是当然这个每天都在浮动的OK， 好如果都买了，那明天一定要出现因为明天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他问题如果你有什么看不懂的，可以直接问他问题，好不好有好多的已经买了你的课程了所以谢谢所以如果还没买的话，赶快，因为直播做完之后，
我们的优惠会大量的缩小啊，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好吧 ？OK， 好，那我们明天晚上的直播再见大家了哈。今天晚上有没有价值？有的话也可以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好吧 ？OK。今天不够1000人啊，所以我们也不谈个别股票了啊。今天时间也超过1个小时了，希望大家收到额外的价值，好吧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